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保证 SkyReal 这个模型生成视频的稳定性。那我们在用 SkyReal 去生成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花的，就是整个是崩掉的，出不来我们想要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会介绍一个 LoRa， 这个 LoRa 呢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好，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侧呢我们没有用这个 LoRa， 而右侧呢我们现在是用了这个 LoRa。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整个的表现上，右侧明显要清楚很多。注意衣服的细节，人物的面部，包括头饰、耳朵、耳环都要好很多尤其是手部，大家注意，这是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两个都能生成正常的视频。那我们会发现使用了这个 LoRa 之后呢，那这个效果呢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这个 LoRa 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同样的一个种子，一个是没有用这个 LoRa 的情况，一个是用了这个 LoRa 的情况。那现在没有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飞掉了，就不能看。而右侧呢，我们是能够非常棒的把这个人物的动态呀、面部的细节给表现出来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LoRa 的作用呢就更明显了。那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讲一下加速技术。大家看一下，从直观上来看呢，这两个视频质量呢并不高，对吧？大家会发现就是人的面部呢可能都会崩掉。那不像我们用这个 SkyReal 生成的原始视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现在的采样只用了10步，所以说呢，我用了一个加速技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那如果我们在 SkyReal 这个工作流里边用 Tcache 或者是 Wave Speed， 那这个好像都不行，就会报错。那我是怎么用10步采样去生成这样一个质量的视频呢？这个呢，我们也是这个视频给大家揭晓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呢，在加速技术的前提下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注意，左右两个视频都是10步采样生成的，但是左侧你会发现整个面部的一致性动作都会有问题，有闪动，对吧？但是右侧呢就好很多。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很明显，左侧这个基本就飞掉了，但是右侧呢，这个弹钢琴的动作或者人物的动作呢，一致性还是很强的。那这次的视频除了给大家介绍这些技术之外呢，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提示词的写法，怎么才能写出来更加具有动感的、更加有效的提示词。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叫做 Smooth LoRa， 是专门针对 SkyReal 模型的。那我觉得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一个专门针对 SkyReal 的一个 LoRa。今天呢也有一个网友问我他能不能用 LoRa， 那我的回复是等今天或者明天的视频。其实呢也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LoRa LoRa 的用法很简单，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工作流。那这个工作流呢，其实为了方便对比呢，我稍微做了一下修改。大家注意这个模型出来之后呢，我有2条线。第一条线呢是加载了 SkyReal Smooth LoRa， 然后呢进行采样，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模型直接出来，直接进到了 Model Sampling 就没有过这个 LoRa， 然后呢进行了采样。而为了保证它的对比呢，我采用了一个公共的种子，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很明显，对吧？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案例。那这个提示词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一个女孩正在这个撩拨她的头发，所以说呢这个就有点太疯狂了虽然也是在撩拨头发但是这个赶上蹦迪了。右边这个虽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个动作，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帧数太少，我现在的帧数是49帧，如果你用到97帧可能会更好一些。而我的分辨率用的也比较小，是368×1640，如果你要是用544×960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 LoRa 的作用呢还是很明显的。这儿呢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尽量的呢别用25帧，33帧可能还好一些，25帧由于帧数太短可能2个视频的差距呢并不是特别大，不方便你去比较它出来的整体的效果。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呢就是用49帧，虽然采样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呢有助于我们去深刻的理解今天用的这个技术。这是我们用到的第一个工作流。那下边呢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提示词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讲一直是一个难题。那我们怎么去写出来一个提示词呢？你说我现在看这个人，然后想一个动作出来，然后把它写到这儿，那你大体的理论上的认知应该是有的，就是这个不能写的太复杂，
因为它是一个图生视频，它基本的细节在图上已经有了，图呢其实也是一个 condition，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点叫 instruct peaks to peaks conditioning，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呢也是条件的一种，它的作用呢到这儿其实跟提示词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没有必要把图上的东西呢再一次表述一下，这样反而对图像的采样呢会造成一些干扰，所以说这儿只说明你应该说明的东西。那我们去想不太可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用大语言模型去写这个提示词。这儿呢我新建了一个提示词的生成器，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的生成器，我觉得借鉴了之前像混元呀、LTX 啊或者是麻薯啊这样的一些模型的特点啊，然后我还是尽量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这儿我用的同样是 Gemini， 那我用的模型呢是 2.0，而且是一个 thinking， 就是带推理的这样一个模型。那我在系统的介绍里边是这样写的，一开始我只写到了第3条，我会提供给你一张图片，你需要把这张图片假想成一段视频的第一帧，然后呢要用一句短句就是非常短的句子来说明视频当中的角色正在做什么，然后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之前就是这3条，尽可能的简短说明角色的动作，用英文和中文2种形式返回，只需要说明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即可不用说明这个角色的外观、环境等信息。我就写到这儿，然后呢我就来了一个，大家注意我传了这样一张图片，然后它出来的结果说女人站立并且看向某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能反应过来了，就是这个提示词写的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呢这个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大家能不能明白，说一个女人站立并且看向某处，它其实就是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就加了第4条，注意这里的动作指的是连续性的动作，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更新了这个系统的介绍，请重新生成。然后呢他给了一个动作，就是turning her head， 就是他正在转头，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吧？然后我就继续往下进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我传上去之后呢，他来了一个 woman is smiling， 就是这个女孩正在微笑，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面部表情呢有点怎么说，就是动感不够，所以说呢我就又加了一条，说动作呢尽可能的幅度大一些尽量避免单纯的面部表情。然后呢我又告诉他我更新了系统的说明，请重新生成。这个时候呢才出来说女孩正在甩头发，这就是我真正在生成这个时候用的提示词。然后呢我继续往下测试，我传了一个这个古装美女的图片，然后呢他给我的提示词说这个女孩正在整理她的袖子，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又传给了一张，就是这个，然后他突然又给我一个说这个女人正依靠在这个墙上，同样又是一个叫什么一个状态，它不是个动作。所以说呢我又写了第6条，说动作要是动态的，充满动感。其实这个和第4条是一个意思只不是我强调了一下。然后呢他改成了说这个女人正在转身面向镜头，然后呢这儿有这样一个图片提示说女人正在举起瓶子，这个说女人正在倾斜身体。我觉得到后边基本上是符合我的要求的，说女人正在弹钢琴，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正在举起这个手提包。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提示词生成器呢就算是训练完了。通过这个例子，希望大家掌握这样一个思路你不要期望着就是它一次就能好，你需要不断的去校正它，而且即便是你校正了很多遍之后，也有可能它生成的在某一次的时候是不符合你的要求的。那这个时候你还得什么呀，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再让它去重新生成，或者是告诉他问题在哪。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有一个交互的概念你把它看成一个人。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技巧，大家写这个的时候你只需要说明你的问题和你要什么就行，你别自作聪明，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写。就是很多的提示词生成器如果这样写就会很糟糕，就是我告诉你说一定要以一个什么主体作为开始，然后呢描述一个动作，后边呢要写光照然后要写设备，要写镜头。不要这样玩，这样玩的话呢
这个会非常的程式化，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专业人士，尽量的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而不是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清楚啊？那在这个话题上呢，我们说的就够多的了啊，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这个工作流的问题。然后呢，我又测了几个，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跟上面一模一样。这个就看得更清楚了，对吧？就这个很明显，这个质量会更高。然后呢，这个就是加速。那我们能不能去使用加速技术呢？其实是可以的啊。那我用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呢，到这儿就稍微变了一下啊。这儿我加了一个新的 LoRa， 这个 LoRa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Fast Value。刚才是20步采样，我加了这个之后呢，变成了10步采样。大家注意啊，在这儿呢，这个 LoRa 的顺序尽量是先加载它，再加载它。如果你调过来呢，我觉得那个出错的概率会更高一些。从矩阵运算的角度上来讲，应该不会有问题啊。这个顺序为什么会影响这个质量？这个我们不用管，我们尽量的是先加载它，再加载它。由于是这样一个顺序，我下边不得不重新的再加了一遍。因为上边是用了这个 Smooth LoRa 的，而下边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再看一下啊，10步采样，很明显啊，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色彩可能更符合我们的输入图片。你注意看这个位置，别看错了，我说的是这个位置啊。那么整个的细节表现，我觉得这儿还是更自然一些，包括这个包的位置啊，包括皮肤的感觉，你注意这儿明显有点发红，对吧？另外呢，你注意这个 Smooth LoRa，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衰减这个动作的幅度，在这个视频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比方说，在没有用这个 Smooth LoRa 的时候呢，背景里的人物是动的，而在这儿你注意，这个背景的人物呢，其实质量并没有这儿要好。这个主体的动作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小，但是呢，它会更加的丝滑，质量会更高一些。幅度呢没那么大，这是我做的一个探索啊，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然后呢，我们就需要验证它的一般性，就是说是不是它只移动特殊情况啊？所以说我又测了几个，大家看这张图片，用的提示词是一个女孩把这个手提包给它提起来，然后这儿用的采样步数同样是10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很明显啊，这个质量会更高一些。这儿呢就出现了花屏的一些现象。然后呢，我又测了一个，是弹钢琴的这个。那同样是10步采样，然后你注意同样的种子，那么这个呢就飞了，是吧？这个表现是比较好的，虽然手指头的动作没有出来，但是人的动作是出来的，对吧？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加载这个 LoRa 的时候呢，可以只用双块，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可以使采样的速度更快一些啊。我们换一个加载方式，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 LoRa 的加载方式，然后我们给它连过来。这儿呢，我们同样是选择这个 Skyrio 的，然后这儿我们选择 Double Blocks， 这个 model 呢可以放到这儿来啊，其实用这个就行了啊，因为它是个公用的。然后呢，可以先把它删掉，然后我们换一个吧，我们用一下这瓶子的这个。那分辨率呢，我就得改一下了啊，这儿我可以改成640乘以368。当然你可以用848乘480，但是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太慢啊，所以说方便演示呢，我就是用这个。然后提示词呢也需要改一下。刚才呢我们这儿已经生成了这个相关的提示词了，可以看一下，是这个女孩举起了这个瓶子，所以说呢把它拷贝过来。因为刚才我给大家演示都是直接跑出来的，那我们直接看一下采样的过程啊，10步采样，对吧？欧拉采样器，然后 Simple 的调度器。好，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遍，别翻车就行啊。这个呢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10步采样，当然细节会有一些丢失，但是很明显啊，右侧这个质量比左侧这个要高，很清楚，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即便是用了加速技术，然后使用了这个 LoRa， 那我们也能得到非常棒的一些效果。那我们这个视频其实呢，技术含量就很高了。我们大概讲了3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 Smooth LoRa 提升质量的，第二个 Fast Value 提升速度的，第三个提示词生成器的训练方法可以让你的提示词出来更有效果。
大家呢可以尽快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得到不一样的一些效果。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